想找当下回生之子最有名的铁匠，可不太容易。希诺宁动起来时行动很快，静下来后又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一动不动。有没有能够精准捕捉到他的办法？试试大喊马威卡找你，然后派人去反方向堵截吧。尽快解决吧。希诺宁是炎元素神之眼的持有者，他能够通过元素战技提升自己的移动和攀爬能力，还可以利用元素战技以及自身天赋降低敌人的元素抗性，为队伍提供助力。释放元素战技，希诺宁将获得一定的夜魂值，进入夜魂加持状态，并切换至刃轮训练模式，提升自己的移动与攀爬速度。且希诺宁攀爬时能够以豹猫形态进行高速腾跃。释放时，希诺宁会向前突进，根据自身防御力对敌人造成炎元素伤害。他的普通攻击此时也将转为以刃轮鞋进行至多4段的连续踢击，造成无法被附魔覆盖的炎元素伤害。同时，希诺宁还将拥有3枚采样器，根据队伍中其他角色的元素类型，能够呈现出不同的元素阴型，并在激活时降低附近敌人的对应元素抗性。采样器初始记录的元音采样均为炎元素，队伍中每存在1名火、水、冰或雷元素角色，1枚炎元素采样便将转变为对应的元素类型。另外，处于夜魂加持状态下时，希诺宁携带的炎元素元音采样将始终保持激活状态。希诺宁能够根据元音采样的元素类型选择不同的战术。当拥有至少2枚经过元素转化的元音采样时，凭借天赋效果，希诺宁释放元素战技后的普攻和下路攻击会被强化，命中敌人后将获得一定的夜魂值。在夜魂值达到上限时，希诺宁将会消耗全部夜魂值，激活希诺宁自己携带的3枚元音采样，持续一定时间。元音采样激活时，降低敌人的对应元素抗性。希诺宁处于队伍后排时，同样能产生该效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希诺宁的元素爆发将造成炎元素范围伤害，并每隔一段时间为附近的当前场上角色恢复生命值。而当希诺宁拥有少于2枚经过元素转化的元音采样时，凭借天赋效果，希诺宁释放元素战技后的普攻和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将会提升。这种战术下，希诺宁的元素爆发则将再进行2次额外的炎元素范围伤害。解锁天赋便携铠装护层后，当处于夜魂加持状态下的希诺宁在夜魂值达到上限时，将触发1次等同于夜魂迸发的效果。队伍中附近的角色触发夜魂迸发时，希诺宁的防御力也将提升。在纳塔存在燃速机制的区域，当前场上角色处于特定状态下时，希诺宁可以直接以夜魂加持状态登场。此外，位于纳塔地区时，在夜魂加持状态下，希诺宁攀爬将不再消耗体力。希诺宁精通燃速工艺在锻造方面的应用，也不吝于将它在日常生活中分享。借助固有天赋，当希诺宁所在队伍中的角色触发夜魂传递时，将恢复一定的燃速。了解客户或者说同伴是高效完成任务的前提。希诺宁在这方面从不怠慢，因此总能为队伍提供充分的帮助。战斗中，希诺宁通常先释放元素战技，并根据拥有的元音采样类型调整自己的作战方式。拥有至少2枚经过元素转化的元音采样时，希诺宁将通过攻击敌人积攒夜魂值。当夜魂值达到上限时，他将激活自身的元音采样，降低敌人的对应元素抗性，协助同伴削弱敌人。在合适时机，他还可以释放元素爆发，为同伴恢复生命值。而拥有少于2枚经过元素转化的元音采样时，释放元素战技，希诺宁会提升自身伤害，并降低敌人的炎元素抗性。在提升队伍中使用炎元素的同伴伤害的同时，
他将根据战局形势释放元素爆发，对敌人造成更多伤害，令敌人在澎湃的音浪中败下阵来。好的工匠就像是连接客户与锻造工艺的桥梁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希诺宁或许比那种热衷交际的人更懂身边的朋友，知道一个人最需要什么，基本上就理解了这个人本身。最难面对的客户永远不是复杂的人，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有多复杂的人。对于这类情况，希诺宁会花更多的时间思考，或者说休息，并用更原始的办法解决。一切都和制作巧克力没什么两样，苦了就加糖，太甜的话就再加点苦。